钟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，豆豆？谢天谢地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我现在都快火烧眉毛了。现在有一件更火烧眉毛的事情，你爸妈已经知道你家住的不是表兄弟了，正赶过去了。我真希望我30分钟以前接到你的电话。我已经被我爸妈逮到了，我被薛妖怪压在沙发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我怀孕了。但是问题是我爸妈在不停的打薛妖怪，我特别害怕薛妖怪一生气把他们的脖子给拧断了。他们现在已经在下面聊了有20分钟了。你确定大乔哥是在跟他们聊天，而不是扭断了他们的脖子？喂，田小姐，田小姐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田小姐，难道是尸体？比看到尸体还要劲爆！你慢用，好香啊！是吧？真是好茶太好了，太呀！好了，我喝看啊。爸，你怎么喝他进的茶？怎么？我们今天不来，什么时候才能喝到女婿的茶呀？就是，是。父亲大人，您消消气。算了，老田，我看呀，今天有点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改天再和女婿谈谈婚事该怎么办啊？好，好，那全看母亲大人的意思。你看看多好啊！妈，邱女士，其实我俩这会儿正闹分手呢。你闭嘴！我们呢很满意这个女婿，要是你这次再被甩，或者敢动我外孙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算了算了，当初你怀孕的时候，还不是有一段时间跟我闹着要分手？小两口子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啊，我们走了啊。走了。我为什么要说我怀孕了？刚才怎么好像有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说怀孕了，怀孕了，怀孕了？真烦死了！你到底跟我爸妈说了什么呀？你不是耳朵很好吗？怎么没听见他们进来的声音呢？这么晚你去哪儿？因为田小姐您的哭声太大，导致我没能听到，对此我很抱歉。另外，相机的钱我会准时打给你的。关于客串角色的事呢，让剧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，我会去的。你要走？你把我的人生搞成那样，你就想走？这种寄人篱下、养人鼻息的日子，我活了500年第一次遇见，我也已经受够了。田小姐，我们还是各自珍重，有缘再见吧。你离了我们家，你还能去哪儿啊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在找仇人吗？这离了我能行吗？多谢您关心，不过我知道有句话叫“君子不强人所难”，而且我马上就要被全人类通缉了，恐怕会连累田小姐的。这也不一定到5000万，对吧？咱再想想办法嘛。你不了解邱女士啊，她只要一生气就不会让我叫她叫妈了。而且她说断绝母女关系，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啊！她的脾气跟我外公一模一样的。放手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我宁愿死，也不要跟你住在一起。这句话我送还给你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求你跟我住在一起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是真的想让我留下来吗？
证书，真够土的。第一，绝不随意打骂乙方，践踏乙方的尊严。第二，积极热心帮助乙方寻找仇人，而且绝对不逃避责任。第三，乙方住在甲方家期间，要配合甲方假扮情侣，但不得有非分之想。OK 吗？可以签字吗？你这人真的很小气哎！你都活过几百年了，肚子里应该能trang好几艘航空母舰了吧？用不着写保证书，你能做到就好。我睡觉了。点击量的事情你再想想办法嘛。市中心顶层的公寓，你未婚夫也真是够有钱呢。哎呦，你们这些万恶的资本家！当然了，张家和洪氏的联姻消息一出来，我们两家的股票就像春雨后的小禾苗喝饱了水一样，biu biu biu 的往上涨。请吧。那你还不让我买？无论多么强势的股票，只要你一买，就会跌得很惨。你缺钱，姐姐赞助你，求你千万不要买我们家股票，好吗？好啦。啊，你明星注意个形象啊！怎么就没形象了？你有我看到。请。真是很对不起啊！明明因为我的身体原因耽误了你们现场的拍摄，结果还要田小姐你来看望我。不论怎么样，还是我男朋友失礼的地方，因为他平时要在跆拳道馆教小朋友，所以今天专门拜托我来给您道歉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男朋友是跆拳道教练吗？我身体真还挺弱的，医生经常让我多运动，但是我实在不喜欢健身房那一套。跆拳道听起来也不错啊。他在跆拳道馆主要是教小朋友的，不过也有成人班，是馆长在带。我跟馆长还挺熟的，可以介绍你去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也是客人，竟然要被你这个主人使唤。这可是病人的优待。有时间在这里享受病人的优待，拜托你不如把身体练得强壮一点。好啦，亲爱的未婚妻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来，你未婚夫要请我吃饭。你想多了，我们10点还要出去秀恩爱呢。所以说，让孩子们不挨饿、不挨冻，是对福利院的基本要求。而由洪氏集团捐助的这家福利院，我希望它能有更高的标准。除了能够满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，更应该解决孩子们的心理诉求和身体健康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我的讲话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近一段时间，我们看到您和未婚妻张萱萱小姐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，是不是婚期将近呢？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的，谢谢。刚才洪先生一直强调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，是不是联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呢？当然，我小的时候得到的关爱就不多，所以自卑的性格到现在都还影响我。所以在这儿我要呼吁大家能够多多的回归家庭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。
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考虑自己孩子的健康教育问题？还有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你从一开始结婚的问题问到生孩子，你一定是轩轩的粉丝吧？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私生子啊？你肯定没看过几年前我的专访，更别说10几年前我继承洪氏集团的报道了。那个时候我应该还在读书吧？介于我们俩的关系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向你普及一下我的生平。好吧，我洗耳恭听。我在美国出生的，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离开了，保姆把我带大。我父亲从来没有来看过我，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，于是我就继承了洪氏集团。你专访的标题是不是“穷小则1秒变财阀，成长的苦水谁人知”？那可不止1秒钟，继承之路并不太顺利，因为是私生子，最后不得已要和一具尸体进行亲子鉴定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那个玩意……没关系，这些事我早都放下了。叶老师，这是昨天的实验报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一份好像不是我的。哦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我刚刚不小心还原了一些删除的数据。哦，没关系，那应该是老师的。奇怪，怎么连样本编号都没有？老师，这一份血液样本分析报告单是您的吧？没错，这份血液样本是我研究分析的。您是从哪里得来这份血样的？为什么人类的血液当中会有这么完美的修复酶啊？只是检测到了非常少量的修复酶。这份血样是我们资助人寄来的，他让我保密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和你知道的差不多。看来我们这个神秘的资助人不是个普通人。老师，刚开始给我们休眠体头发样本的就是这个资助人吧？您说这个血液样本会不会和那具休眠体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要等到找到那具休眠体之后才知道了。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还没有，案发现场太干净了，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那具休眠体自己跑了。王明好，大宝哥，我有时间，有时间，有时间。你到底跟我爸妈说什么了？你都问了无数次了，真的没说什么。他们只是让我改口叫父亲母亲，就这么多。你要想让我早点离开，就赶紧帮我找到仇人。你不是偷到卖玉璧的档案了吗？里面有地址吧？打号印会用吗？那家人搬走了。警察局的系统里有每个人的信息，只要知道名字，找一个人应该不难。不过你应该要证明的是，你的确在找试探的亲属吧？什么？你让我跟小燕和好，在她面前秀恩爱？你没事吧，大哥？你不觉得这要求很过分呐？反正也不会更坏了。上次车祸后，没人再追究你被拒婚的事了。假如我的身份被曝光，你顶多也就是个被妖怪欺骗了感情的可怜女人。现在你爱得越深，以后就能博得更多的同情。但你也知道，前几天我还在他和同事面前被叫了一身，丢死人喂！我告诉你，你一旦在他们面前低下了头，可就再也抬不起来了。你想清楚。
会更坏了。那我怎么做呀？首先，完善我的个人信息，美籍华人，有真实的出入境记录。另外，一只橡胶球掉进井里，在触底的一瞬间，还有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。利用坠落的力量，狠狠地弹起。所以田敬之，你已经触底了，不要再扮演被抛弃、被同情的角色，也不用在相遇后难堪地躲开，尽情地去秀幸福，高调到让人眼红，让他们知道你现在有多好。除了狠狠地弹起来，你没有任何退路。动动观察一下警察局系统的网络，找一找入侵网络的办法。田敬之，像个无坚不摧的女王一样，站在前任面前的感觉还不赖吧？可以了，刷。田小姐，你少喝点儿，小心被狗仔拍到臭表情。没关系，今天姐给你们表演挖鼻孔。真的太爽了！没想到，原来从井底弹起来的感觉这么爽。别蹭到我身上，好吗？那人家去洗手啦。慢点。去。你慢点。警察局的系统，你能黑进去吗？他们用的是内部网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系统来进行验证，然后还需要密码才能够登录系统。不同级别的警员权限不同，但如果只是需要查询住址的话，不需要很高的权限，只要能拿到身份卡，我就可以登录系统。查询完毕之后，清除查询链接。也许你我之间不曾有感觉，或是一瞬间花开花谢，那又是谁先动了心，让喜悦变作小心，热情变作贪心。也许你我之间存在过错觉，轩辕姐，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娱乐报上写着田径直酒吧献歌，大胆示爱，他是这样的人吗？全世界的女人在热恋的时候都可能智商为零，唯独她是智商飞涨的奇葩。你不觉得自从她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男朋友之后，这里就已经完全失调了吗？大家好，这些啊都是我男朋友请大家吃的，大家千万不要客气，一定要多吃一点啊！对啊。来，大家赶紧过来吃吧。给你。是。动动心。来了。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
你也觉得姐姐的皮肤变好了是不是？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沐浴在爱河里的女人，有一半会被淹死，这还有一半呀，就像泡了牛奶浴呢。哎呀，好啦，不要再愧疚了，人家都已经原谅你了呢。我们家大乔可是说过的，这过去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就更好的自己，所以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而且这个男人现在就住在小芝家。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的底细给我查清楚了。据我推测，8成是一个趁虚而入的情感诈欺犯。好，放心交给我。张小姐，我特别喜欢您，我是您的粉丝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只要签名，不要合影吗？那我能否跟您合个影呢？当然。哎，春姐，哎，春姐，下个我，下个我，真好。跟我，春姐，跟你合个影。如果没有记错，分手3年，你这是第1次主动约我出来。哼，怎么，咖啡不合你胃口？我看到报纸上说你最近交了一个不错的新男友，所以我在想，你到底是来炫耀的呢，还是想跟我旧情复燃啊？把我当备胎？这次想请你喝个下午茶，就是想表示一下慰问。上回你们研究中心因为车祸丢了休眠体，我冥思苦想了好久，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。听说租借那具休眠体的费用相当之高，结果还是丢了，估计要赔不少钱吧？怎么，你不是在挖井吗？现在又想资助研究事业啦？你知道的，我一向对科学研究什么的不怎么感兴趣。也是，你的倒霉体质还挺反科学的。李教授是你们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吧？这回休眠体丢了，一定非常的郁闷。那他有没有什么临风流泪啊、茶饭不思啊，或者给你们研究中心的资助人打个电话装个可怜什么的？怎么可能？你想多了。不过，希望早日找到休眠体倒是真的。肯定会找到的。田静植，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呀？你最近是不是见过老师？上回在你们学校拍戏的时候碰见李教授了，但他看起来好憔悴的样子。李教授还担心我上回车祸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，说想帮我做个抽血检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李教授想给我做一个抽血检查呀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是 B 型血吧？叶老师，我给你买了杯咖啡。谢谢啊。你们家小饼最近没有在逃课了吧？谁知道呢？我也不能每天看着他。那个道具真的不是他换的吗？当然不是，这点我是肯定相信他的。警察抓人也太不负责任了。那2天围观拍戏的人那么多，到医务室看热闹的人也不少，凭什么就偏偏要怀疑我们小饼？那天你也去看热闹了？怎么会？她可是我最讨厌的女生类型。看来你们姐弟俩的品味真是相差甚远啊！唉，纯情少男是很好他这口。不过小饼跟我说，那2天在片场也看见李教授了。你说李教授是不是也喜欢田静植那种类型的？我听说李教授已经离婚好久了。叶老师，我开玩笑的。哦。谁？
上车。鬼鬼祟祟的，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。哼，学的还挺快，车联网都会用了。不过还差一点儿就赶上本小姐了。没办法，天赋异禀。您今天没有去跆拳道馆啊？我还准备录完节目去接你呢。小朋友们明天早上要体检，不宜剧烈运动，所以晚上的课取消了。然后就偷偷钻进了我的车来吓我呀？特意赶过来接你的，不说声谢谢吗？你来接我就不能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啊？干嘛？你不是让我给你打电话吗？对了，和第6人的约会开心吗？你简直就是代表月亮来消灭我的！人家的脑袋肯定是被上个世纪的榴弹打过的，根本不开窍。无论我怎么把话题往李教授身上引，他完全不理我。看来是毫无收获了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又不是农民伯伯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啊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啊，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也很努力。我现在觉得认识你……打住！千万别给我发好人卡，因为我心里啊，压根儿就不想管闲事儿。我看一下，疼不疼？不需要特殊治疗。我想上次治疗你手掌的时候，留在你身体里的舌尖血，应该还有用。Oh my god！ 我身体里竟然还流着你的血。So， 不要随便让别人接触你的血液，否则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可是会很麻烦的。想要拿到我的血，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？体检的时候就需要抽血啊。有你在，我基本上与体检无关。可你受伤的时候也会流血，这样不就拿到了？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上次李教授说要给你体检，是不是？可我拒绝了。第2天你就受伤了。你是说李教授？怎么这么晚还不走啊？灯也不开。因为我知道，老师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检查一遍。实验室不能喝酒，你早点回去吧。老师，划伤田径直手掌的那个道具，是不是你换的？那份匿名的血样，是不是就是田径直的？能给我倒杯酒吗？你说的都是事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研究中心成立10几年，虽说有一些新的发现，但是一直没有重大突破。我为了他拼命工作，甚至连家庭都失去了。我不能再失败下去，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。机会？
为什么田径直会是机会？你知道了什么？那次车祸那么严重，他竟然没有大碍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那车辆毁坏成那样，我看过他的医疗记录，身体各个部位，甚至连软组织挫伤都没有，这合理吗？警察和医生都认为是他幸运，可是我不这么认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身体奇特的人，有的人被雷击中之后，身体就带了电；有些人天生就可以浮在水面上。所以我猜想，田径直的身体一定有奇特之处，而实验结果恰恰证明了我的猜想。可惜检测到的完美修复酶太微量，就算把田径直全身的血液都抽干，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提取和研究。你知道你这么做是犯罪吗？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配做你的老师。只有这一次，我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伤害别人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李教授他们也发现了我受的伤和车祸现场不匹配，所以才想要研究我的鞋里到底有什么不同。他现在也许已经知道了，实验用的休眠体苏醒了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徐校官，我们先躲一下。啊？只要你不到处乱说，没有人会知道我是那具休眠体。保密级别为 S。幸亏我那条沾满血的裙子莫名其妙的不见了，否则那裙子上都是血，我身上一个伤口都没有，肯定会被他们拿去当做外星人研究的。并不是莫名其妙不见了，是被我拿走了。啊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！这100岁的人还是斗不过1000岁的妖啊！不过你还是离李教授远一点。虽然他不是我的仇人，但是我估计我的仇人应该认识他。我已经查过了，那家研究中心启动了很多年，而且各种花费都不菲，背后一定有很强大的资助人。这视频点击量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呢？这又出来一个什么资主人？真的是霉运重重，危机四伏啊！徐校官，这视频点击量涨得好快啊！记住，如果你以后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或事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怎么感觉都在说你自己啊？田径直。好，那我就没有隐私了。你需要隐私，是吗？
学院、牛排店、森林公园、拍卖公司、胜利小区、杂志社、广播电台、寿司店。拍卖公司，原来真的是个开私人博物馆的。大小哥，昨天一共有2次通过搜索大小哥的名字进入网页的访问记录 ，IP 地址呢，一个是金明公寓，有钱人；另一个是山顶的花园别墅，又是一个有钱人。金明公寓是小燕，山顶花园别墅是轩轩。就说这2个人不会这么轻易相信，特别是张轩轩那个神棍，真的是太敏感了，对他真的是半分钟都不能放过。这家伙跑得简直比曹操还快。喂，我自己亲爱的好朋友，怎么啦？吃饭？好呀好呀，跟你未婚夫一起，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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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下午的戏终于有时间的了。换衣服呢？嘿嘿。我不太想吃肉，来个沙拉，然后再来一杯热饮。扣子还没扣好。你不觉得你这样殷勤的有点过头了吗？慈善家的世界你不懂，这是英雄惜英雄。今天是我们伪情侣正式亮相的日子，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别想那件事了。你头发有点乱了。哪里？这边请。谢谢，我来吧。轩轩，洪先生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薛林强。你好，我是洪世光，轩轩的未婚夫。洪先生，你手心里都是汗，心率也很快，平时应该畏寒、食欲不振、全身无力，受到了惊吓还可能会出现惊厥无力。营养不良加缺乏运动，跟我前几天接收了一个小朋友，症状差不多。托天阿姐的福，我刚刚报了跆拳道馆的成人班，所以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。太好了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打扰一下。于是坏掉的龙头，滴滴答答生了锈，床头想你的人哦，不是，滴
提醒我已过很久。你没开口，你没说跟我走，所谓以后，一眨眼就到头。你没开口，你没再出现在路口，这次换我不随便再说放手。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路灯，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，我还在等，我会终不问，你会不会不是我一人回来，因我一生等你开口，等你说跟我走，所谓以后，一眨眼就到头。等你开口，等你再出现的路口，从今以后，不随便再说放手。从今以后，不随便再说放手。